我不小心把合欢伞掉进了灵米，为了不浪费粮食，我加水搓洗，煮给了全宗们。很快，无情剑宗暴改合欢宗，为了保护师尊的贞操，我把他欺师灭祖了。后来我们宗门就上了修真界头条，师尊黑化分裂成了2个，前后夹击，要我负责。所有人都说我秉性像我娘，又呆又悍，可我比我娘聪明多了。当合欢伞掉进了灵米的时候，我灵机一动，拿水疯狂冲洗，搅拌均匀，区合欢伞而已，洗洗就干净了。压根不必为这点小事浪费粮食。小师妹，灵米不需要掏那么多遍的。没事，淘米水可以拿来浇花，还可以喂灵兽。我们无情剑宗除了炼器之外，新开了一条畜牧产业链，向全世界输送灵兽肉。不是我吹，吃了我们剑宗肉制品的都说好。大师兄朝我竖了一个大拇指，还是咱师妹仔细周到，会精打细算。我淡定应答，深藏功与名。巴适得很。我师尊是清冷剑尊，模样俊雅至极。为了庆祝他出关，我特意给他盛了一大碗饭。辟谷多日，今日的米饭格外香甜。师尊吃得喷香，我看着高兴，又哐哐给他盛了5大碗。美人就是美人，吃饭都很赏心悦目。吃完饭后，师尊就开始考起了我的理论知识。师尊脸色绯红，好像有点燥热。我对答如流，但渐渐师尊的声音断断续续起来，不时还几下。难道吃撑了？师尊，你现在是不是胀得很难受，就像要爆炸了一样？我走到师尊面前，关心的伸手朝师尊的腹部探去。师尊，我给你揉揉吧，揉着就舒坦了。我小时候嘴馋，吃东西不分饥饱，只要是好吃的就往嘴里塞。有一次躲在被窝里，差点没撑死，那叫一个难受。还是我爹给我轻轻揉肚子，揉好的。师尊猛然弯下腰，被攻得像虾米，嗓音沙哑的要命，感觉就要冒烟。出去！师尊，你不能这样压着。我不知道说错了什么，师尊的眼眶微红带泪，看起来就像被欺负了一样，感觉就差没有跪在地上求我出去。他红唇微动，颠3倒4，念起了清心咒。我好心提醒师尊，你念错了。师尊看着我，眼泪哗一下就流了出来。从来不求人的师尊，抽噎着求我出去，吃撑了光揉肚子可不行，还要消食丹，但我身上没有，得去丹堂拿。可我刚出门，就看到大师兄提着破破烂烂的裤子，朝这边疯狂逃窜大喊：师尊救我！几个师兄在后面呼啦呼啦追，高壮魁梧的大长老在美丽的2长老怀里媚眼如丝，冷酷的行堂长老对着明媚少年化身咬人疯狗，衣物乱飞，群魔乱舞，不只是人，上万只灵兽群也冲破了栅栏。疯了，都疯了！为了不被踩成肉酱或被什么东西拖走，我唰的一下缩回了脚。大师兄的手扒拉在门缝上，死活不让我关门，用红肿的嘴唇道：小师妹，快放我进去！他屁股后面追着乌泱一堆人，跟活尸围城一样。我但凡只要把门开一点，就会被立刻攻破。可是我不救他，死道友不死贫道。我抬腿一脚把他踹到了2师兄怀里。2师兄朝我微微一笑：谢了，小师妹。我为大师兄默哀了1秒，砰！关门，一道巨大的光束落下，瞬间把师尊的院落牢牢罩住。虽然很有安全感，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到了瓮中捉鳖4个字。当我回到房间的时候，师尊已经用封魔的玄铁链条把自己4仰8叉锁起来了，吊在空中特别突兀。铁链深深地勒紧了师尊的骨肉，鲜血横流。他微笑安慰我：不怕，等药效过去了，就没事了。师尊在我眼里一直都是衣冠肃穆，如今青丝散乱，脸颊潮红，泪眼迷离，看得我心里很不是滋味。都是我害了师尊，我必须要救他。知识就是力量。我坐在一旁哗啦哗啦翻起了书，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被我找到了破解之法。师尊颇为震惊，他不认为我会在我们无情剑宗这种名门正派的藏书中找到炼制合欢散解药的方法，但暴体在即，师尊选择让我死马当活马医，叫我不要顾及，速速炼药。可当我兴冲冲地把灵兽培育手册拿到师尊眼前晃悠的时候，他直呼大逆不道，绝对不可。师尊脸色苍白如纸，嘴角鲜血横流，显然被合欢伞折磨得不轻。此事若是张扬出去，为师有何面目面对世人？我不懂，师尊这个老古董为什么到了这种生死关头，还想什么脸不脸？但篓子是我捅下的，我不能眼睁睁看他去死，所以我趁师尊不注意，唰的把他衣服与内全震碎了。师尊血丝密布的眼睛立刻瞪得如铜铃，他喉咙呵呵呛血，愣是喝不出个所以然来。师尊用尽运气震断了左链，在地上阴暗的爬行，但合欢伞的药性迫使他爬的每一下都很艰难。我看他如此不配合治疗，学我娘小时候对待我一样，追上去啪了一下他屁股上甩了一巴掌，虽然颤抖的有点眼花，但是师尊立刻就老实的跟死了一样。但为了顺眼，我又甩了他一巴掌，然后我就好像有点刹不住手了，使出了连环10巴掌。师尊的眼泪哗哗流，真怀疑他到底是不是水做的。不过这不能怪我，谁让他逃跑来着？我娘说了，不乖的小孩就要挨打。但说真的，师尊的腿毛真的太扎眼了，很不符合他清冷仙尊的气质。不过只是片刻，师尊又想着逃跑了。我刷一下召唤出师尊亲手给我铸造的命剑凶神恶煞，威胁道：师尊，你要是再不乖，
信不信我捅你？实际上，我只是单纯吓吓师尊而已。但向来无所畏惧的师尊望着剑，瑟瑟发抖。为师不逃了，为师听话，你千万不要。师尊嘤咛一声，再说不出话来。见师尊终于老实了下来，我心满意足地拿起剑，像农村杀年猪一样给师尊褪毛。不得不说，师尊亲手铸造的仙剑就是锋利，吹毛立断。师尊涨红着脸，一直沙哑地提醒小新，千万不要把他伤到了。师尊，我的手艺你还不放心吗？我本来想安抚师尊的，但他好像抖得更厉害了。好像也是，师尊虽然是剑尊，但我的剑术一直不太好。去年宗门大比上，本来想拿剑扎对方师兄大腿，但是一个不小心砸到了那位师兄屁股上，结果那位师兄当场厥在地上，血刺啦狂喷。师尊当场就以扇遮面，不肯认我，直到我欢欢喜喜去拽他的胳膊，要他表扬，他才黑着脸当着宗门上下给我那招取了个一剑破定的名头。这样说来，他害怕好像是应该的。我见不得这么脆弱的师尊，安慰道：没事的，师尊，反正你是修无情道的，有没有都一样。但师尊好像并没有对我安慰道，反而面如死灰，满眼都写着形似。为了他眼不见心不烦，我给他脸上搭了一块白色的方巾，等到把师尊刮得跟块白玉一样，我才满意的按照书上说的开始了治疗。一番漫长治疗下来，我感觉自己的爪子要废掉了。师尊被我的举动吓到诈尸。你做什么？我理所当然道：当然拿来炼丹了。炼丹？师尊面红耳赤。你炼丹给谁？当然是师尊你啊，你流了这么多血，要好好补补。他打算给我讲道理，问我可知道我到底在做什么荒唐事。我回答他，我当然知道了，正因为我知道，我才做的吗？师尊被气得发抖。我不知道他在气什么，不是他教我节俭的吗？我这是合理利用资源啊。合欢宗的书上说了，这是好东西，多少人求之不得。再说了，又不是第一次自产自销，和零售零米有什么区别？混账，不是什么都可以。师尊说不下去了，红着脸抢走我的小字，一团真火烧成灰。我只能一边感慨暴殄天物，一边摸出馍馍，美滋滋的吃了起来。师尊直勾勾的望着我，我把馍馍凑到他嘴边，你吃吗？师尊的声音细若蚊蝇。你没洗手。师尊，你到底吃不吃？为师，我说你没洗手。不吃的就算了。我啊呜一口把馍馍全塞到嘴里，大口咀嚼。馍馍香伴随着师尊的莲花香，就是真香。而且我感觉吃饱了之后，我身体里的灵力提升了一大截。师尊石化成一尊雕塑。过了很久，我看师尊扶额叹道：我真的要了他的命了，他该拿我如何是好？师尊用方巾轻柔地擦去我嘴边的馍馍残渣，说他一定会对我负责。我不明白，这个病而已，负什么责？我慷慨道：师尊，你不用这么感谢我，如果换作是其他师叔师兄的话，我也一样会救的。师尊一下就怒了，问我怎么救。我老实回答，结果他第一次对我凶，说我要是敢那样对待别的男人，他就砍了我的爪子，撒上孜然给我烤着吃。我说他小气，还森森的冒冷气，让我试试看。我差点鼻涕泡没被他冷出来，哪里还敢顶嘴？乖，不怕，我不是故意凶你的。师尊见我被吓到了，又秒换温柔和煦的语气：师尊，你今年多大？2900岁。我实话实说，那你比我爹年纪还大。难怪师尊突然阴晴不定，原来是更年期到了。你觉得为师老？如果岁数大就是老的话，师尊的确是老的，至少比我爹老。我老实的点头。很好。糟了，我说错了什么了吗？为什么师尊身上又嗖嗖冒冷气了？可他明明在笑啊，声音却跟冰锥子一样。合欢宗浩浩荡荡，带着刘颖石来了，把我们宗门战后的惨状直播到了全修真界。但是我们敢怒不敢动，毕竟大长老的双手还被二长老用腰带捆住，三长老光着腿穿着四长老的外袍，四长老则豪放地打着赤膊，行堂长老腰间还挂着明媚少年的大红裤衩。这些都算好的，其他人都是衣衫褴褛，给个破碗和竹棍都能人皆乞讨。合欢宗主仰天大笑：什么无情剑宗，干脆并入我们合欢宗算了。师尊从天而降，怒斥他血口喷人。谁知道合欢宗主居然拿出了他们的健身法宝。他问我师尊，若是元阳为师，敢不敢触摸法宝，让修真界瞧瞧？师尊犹豫了，但是身为全宗门的希望之光，他只得硬着头皮轻轻碰了碰合欢宗的法宝。结果那个法宝在众目睽睽之下金光熏天，差点没闪瞎我的双眼。合欢宗主笑得前俯后仰，他说我师尊不光破了色戒，色欲还重得惊人。不可能，我只是……我看不下去了，把我对师尊做的事讲了出来。我本来是就事论事和合欢宗主理论的，结果他居然笑得在地上滚来滚去。他说我师尊不是个男人，居然那样叫人给自己解读。笑死我了！堂堂无情剑宗几千口人，居然凑不出一个完璧之身。但很快合欢宗就笑不出来了，因为师尊脑接平内翻换了剑阵，把他刺成了马蜂窝，甚至还使出了我的那招一剑破顶，边捅边治，我看着都幻痛。坏消息是我们很快上了修真界的头条，家喻户晓。好消息是合欢宗主被捅爆的消息紧随其后，让我们分担了一部分热度。但不幸的是，我那高岭之花的师尊
因此得了个不举仙尊的外号，而我混了个帮读生的混名。我不懂就问师尊，他们为什么叫你不举仙尊啊？我话一出口，所有八卦的目光都刷刷聚集到了我身上。师尊，他传音入密，告诉我别听外面的人瞎说，和我成亲当夜，我亲自告诉你。可是我并没有打算要跟师尊成亲啊。但是看在师尊的心情好像不是太美好的份上，我没有说出来。在经历宗门动荡之后，师尊紧急召开宗门大会，表示一定要把宗门内部的合欢宗奸细抓出来严惩。全宗上下都恨得牙根痒痒，还没抓到人呢，就纷纷讨论起了刑法。大师兄在二师兄和三师兄的搀扶下，娇弱的建议，要是抓到那个奸细，一定要全宗上下一人一剑把人戳烂。行堂长老搂着明媚少年，要把人各个酷刑都轮上一遍，然后挫骨扬灰，碎魂裂魄。我被这阵仗吓得瑟瑟发抖，我就不明白了。明明经过这件事后，大家都变得比以前更和谐有爱了，为什么还要抓我出来收拾？本来我还算狗狗碎碎，稳得住，结果没过几天，我们刚卖出去的灵兽肉也出了问题。很多采购了我们灵兽肉的宗门也发生了类似我们宗门一样的集体暴动。他们组团找我们索赔零食就算了，还指控我们投毒，要师尊赔他们的贞操。几十万的修士大军战鼓雷动，旗帜五花八门，搞得围剿一样。我被吓妈了，决定偷偷摸摸向师尊自首，不然要是被其他人逮到，我就死定了。当我半夜来到师尊房间的时候，我被惊呆了。师尊长发披散，眼含水色，斜靠在软榻，肩膀半露，衣服要掉不掉，8块腹肌显露无遗，裤子也松松垮垮，光着2只脚。师尊，我鼻头一酸，眼泪啪嗒一下掉下来了，扑到师尊胸膛哭了起来。师尊慈爱地轻拍我的背脊，傻瓜，再好看也不能哭成这样啊！我边哭边忏悔，师尊对不起啊，我错了，都怪我。害你赔的底儿掉，衣裳鞋子都穿不囫囵。师尊的关爱戛然而止，为师不是愧疚之下，我竹筒倒豆子把事情全部向师尊坦白。师尊感觉牙都咬碎了，所以你最开始只是想研究合欢散的成分？我向师尊发誓，我纯粹只是出于好奇，并没有想把它撒到灵米里。我以为我捅出这么大篓子，师尊会大发雷霆，但师尊只是温和地揉了揉我的头，无奈叹道：下不为例。师尊对我这么好，我的心里更内疚了。师尊抱着我安慰道：是不怪你，是合欢宗的阴谋。我告诉师尊，不是那样的，我家和合欢宗有莫大的渊源，我去合欢宗跟回自己家没什么区别，我要什么他们就给我什么，对我从不设防。但是师尊还是坚持认为合欢宗把那么危险的东西交给我，就是他们的错。师尊说，他以后见合欢宗主一次打一次，死活不论，还让我以后都不要提及此事，他自有定夺。好了，哭也哭了，我这样你喜欢吗？师尊脸颊通红，站在地上朝我转了个圈，要我给他的新造型提建议。我认真道：师尊，我觉得你还是穿以前的衣裳好看，这样一点都不成熟稳重，刚才只顾着哭了，现在定睛一看，师尊现在这穿衣风格简直和大师兄躺在二师兄床上时候一模一样，乍一看跟大师兄附体了一样。还有我娘说过，露肚脐容易窜稀的。我把师尊敞开的衣衫给他一丝不苟的合拢。师尊僵硬笑道：你就真的一点都不动心？我一脸发懵看着师尊，你瞪大眼睛看看，我就不信你两眼空空。师尊幽怨地碎掉了身上所有衣服，我一下就被他吸引住了。师尊见状自发躺下，红着脸嘶哑道：轻点，为师。没事的师尊一回生二回熟，我一下抽出仙剑，哼哧哼哧刮了起来。想不到不过短短几天就生长起来了。结束后，我把剑一吹，收剑回鞘，打算去厨房找个夜宵。师尊泪眼婆娑把我叫住了，问我为什么还不开始。开始什么？这不都结束了吗？师尊表情皲裂，脸色一下又红又白。对了，师尊，我回头去药堂找个脱毛膏给你用用，老这么一直刮也不是事。我肚子饿得咕咕叫，说完就要走，师尊却飞出一条白绫，把我拽到了床上，胡搅蛮缠道：我余毒发了，你不准走。我把剑递给了师尊，他愣住了，我就贴心的帮他把剑插在床上。说真的，事发后我偷偷查阅了合欢宗那边的书籍，发现另一种解毒办法，师尊自己就可以自救，可比我当时好用多了。师尊瞳孔地震，剧烈的喘息着，不知道是气的还是为我的聪明才智感到激动。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让他不必为我自豪，说完就出去觅食了。等我觅食归来，就听到师尊在发笑，笑声疯疯癫癫的，前所未有的瘆人，而且他的眼睛还在发绿光。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哆哆嗦嗦的把师尊最喜欢的韭菜端到师尊面前。师尊，你有什么想不开的？吃饱了再说，实在不行我用剑帮帮你。结果师尊袖袍一挥，把韭菜打翻了一地。师尊露出白牙，森森笑道：乖乐儿，吃什么韭菜啊？你不是想看为师给你表演吞剑吗？为师这就吞给你看。他抽出床上的仙剑就往嘴里塞，满嘴是血，咔嘣咔嘣嚼得稀碎，边吃还边冲我笑。所有人都听到我在师尊的住处尖叫，但是没有任何人来救我。好乐儿，为师给你喂点饭后水果。师尊修长的手指一下就插到橙子里，橙子立刻飙血。来，张嘴。我颤抖着把嘴张开，血橙甜是甜，
就是太吓人了。吃完饭后水果，师尊让我靠在他怀里，吹箫哄我睡觉。好好的曲子被他吹得鬼气森森，我哪敢睡啊，生怕醒来被扔到乱葬岗。见我睡不着，师尊又给我讲起了睡前故事，都是些徒弟不听话，师尊要把徒弟关起来，如何炮制。我听得不自觉代入，幻痛得不得了。师尊黑化了，所以他一改往日的白衣飘飘，绿着眼睛，穿得黑不溜秋。而我一晚上担惊受怕，喜提一双黑眼圈，眼皮一直耷拉。大师兄看见乐颠了，说我这块木头也有纵欲过度的一天。师尊朝大师兄微笑着表示感谢，大师兄让师尊不用谢他，做徒弟的给师尊做造型指导是应该的。我才知道，师尊昨夜那个勾栏样式都是大师兄教的。不，为师向来有功必赏，有错必罚，你就不要推辞了。师尊这话给大师兄高兴的，嘴角都快咧到耳朵根儿，估计满脑子都在想师尊待会儿会怎么奖励他。很快，师尊就召开了宗门大会，告诉全宗上下，他已经抓到了投毒之人。看在师徒情分上，我希望那个人能主动站出来，我可以从轻发落，不然休怪我这个师尊无情。师尊冰冷着脸的样子太吓人了，我吓得腿直哆嗦，下意识就要站出来。毕竟我因为送的剑不合师尊心意，已经把他得罪了。他要办我还真没办法。但说时迟那时快，大师兄抢先哭丧着脸，顶着巨大的压力跪了出来。师尊，弟子错了，弟子不该投毒。我给大师兄竖了个大拇指，不愧是好朋友，就是仗义。大师兄看见我的大拇指，死的表情都有了，委屈的不得了，偏偏乱七八糟的交代他的作案过程，一字一句仿佛泣血。其他师兄们心疼的不得了，哗啦啦跪了一堆，向师尊替大师兄求情。我看向师尊，师尊也看向我，对视之下，我打了个冷战。这哪里是大师兄仗义自愿替我背锅，他分明是被师尊控制的大冤种。最终因为大师兄是无心之失，又认错态度良好，他被暂时剥夺大师兄称号，罚到灵兽饲养场去当10年杂役，外加给每一位受害者赔礼道歉。虽然我知道这样对大师兄很不公平，但这件事情圆满解决，我的心就踏实了。我和大师兄是好朋友，他替我两肋插刀是应该的。师尊，我错了，你不要黑化了，好不好？差一点变成灵兽饲养员的我，只能学乖，拽着师尊的衣袖撒娇。师尊吃软不吃硬，所以他面色温和了些。我赶紧讨好，师尊啊，你对我那把剑不满意没关系，宗门兵器库里那么多兵器，我们总能找到一件顺手的。狼牙棒怎么样？师尊，他脸色阴沉如锅底，闭眼晕染着血红。昨晚还忘了问你，那些乱七八糟的事谁教你的？我被吓住了，不敢说我在合欢宗的书上看到的，就说了句大师兄。师尊攥紧拳头，白皙的手背青筋暴跳。很好，师尊好不好我不知道，但大师兄被拖回来鞭笞了一顿，已经成为死狗。师尊擦去我额头的冷汗，温柔道，我就知道乐儿不会无缘无故作弄为师，原来都是这孽徒在背后唆使。大师兄虚弱哀嚎，我冤。我赶紧用苹果堵住大师兄的嘴，防止他继续发声。但出于意料的是，大师兄的嘴太大，一下就把那么大的苹果吞进去，毫无压力的嚼碎了。冤！我吓得扔了西瓜，结果大师兄堪比河马，一下就把西瓜爆汁了。冤枉啊！我把他打晕了。师尊，你大师兄是个不正经的断脚，你以后离他远一点。我点头如捣蒜。师尊出了气，换回了白衣。就在我以为他解除了黑化，松了一口气的时候，师尊用藤条捆着我，强制我把他强制了。我是龙女，情窍骤开，一发不可收拾。不知道昏天黑地多久，我修为咔咔猛涨是一回事，等我理智回神，师尊的尸体都硬了，我怎么叫他都不答应。惊恐悲伤之下，我只好求助我最信任的大师兄。此时他正躺在躺椅上，被投喂葡萄，指挥人在打扫灵兽场。听到我的遭遇，他差点没笑绝过去，大呼师尊也有今天。他说师尊心里没有数，明明是莲花偏要配龙，被吸死了活该。但看我急得眼泪都掉出来了，就安慰我别慌，他在冥界有门路，可以帮我把师尊找回来。大师兄把我带到一个他相熟的鬼力那里，让我有什么话可以对那个鬼力直说。我要找我师尊，他是一个仙尊，刚死不久，那一片都是仙尊。我顺着鬼力手指的方向看去，果然白茫茫的一片都是人。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要穿白色，更不明白他们的脸上为什么都有一层雾气遮挡。我告诉大师兄，我看不到那些人的脸。大师兄说阴魂都是这样，不过他有个办法可以让我把师尊辨认出来。他凑到我耳边坏笑，说出了他的法子。我连连摇头，那群仙尊都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怎么可能乖乖脱了衣裳像萝卜一样排排站让我辨认？更何况师尊特别小气，要是被他知道我用那种法子找他，他愿不愿意还魂先不说，肯定要黑化收拾我。不过谁让大师兄和那鬼力熟呢？鬼力道，死因是什么？我道，这很重要吗？当然重要，死因准确，能帮你们尽快找到人。中毒、暗杀，就是。我摇头，都不是。虽然马上疯不是一件光彩的事，但为了找到师尊顾不得了。马上疯，鬼力扑哧一声笑了，但见我拧着眉头盯着他，立刻换成了严肃脸。他拿起大喇叭朝那群仙尊喊道，无情剑宗那个马上疯的仙尊，你徒弟现在找你，听到请马上站出来。大喇叭的是循环播放的，那群仙尊先是一愣，又交头接耳起来。
不时还传出友善的嘲笑声。见没有效果，鬼力问我师尊叫什么名字？我如实回答金莲。他冲那群仙尊喊道：无情剑宗马上封的金莲儿仙尊，你徒弟帮独生找你。我纠正他说是金莲，不是金莲，但鬼力偏偏要在这时犯了口音，非说金莲。我退而求其次，金莲就金莲吧，他偏偏还要加个儿。金莲3个字不停地回荡，我怀疑整个冥界都知道我们无情剑宗有个仙尊叫金莲儿。大师兄抱着肚子忍笑忍得特别辛苦，仙尊群更加骚动了。麻烦那位叫金莲的道友站出来一下好不好？对啊，道友，我们清清白白的，你马上封和我们站在一起也太……仙尊说着说着，还互相问对方是不是金莲，结果好像还真被他们找到了，但是只是一瞬，唰的一下，那抹白影就跑了。我提着裙摆赶紧追过去，还有热心仙尊提醒我师尊魂魄有莲花香，注意追踪，千万不能放跑他。不愧是仙尊，果然大慈大悲。结果我追着追着，师尊咚的一声就跳到了河里，紧接着一个自称是河神的老头浮出水面，举着2尊师尊的雕塑问我：小姑娘，你是要金师尊还是银师尊啊？我挠了挠头，很快就反应过来，我师尊的本体是神莲，所以应该属于花草。我要草，我话还没说完，河神立刻就变成了师尊模样，捂住了我的嘴。师尊长发湿漉漉披散，露出愉悦的笑容。你不是不喜欢我吗？怎么追到冥界来？我第一次红了脸，我之前又不懂什么是男女之间的喜欢，只能就事论事，但开了情窍又不一样了。何况双修到把人吸死，落得个黑寡妇的名头，这让我以后出去怎么见人？师尊听了我的解释，开心的把我抱在怀里转圈圈。师尊，你太过分了，明明就在仙尊堆里，我和大师兄那样叫你都不出来，你还说你被你大师兄那个逆徒骗了，谁找人会揭短，还故意叫我金莲。为师要是站出来，以后还能在6界立足吗？你那大师兄是人是鬼，是妖是魔都吃得通，你以后少听他忽悠。如果不那样说，怎么能把师尊激出来？不过只要找到师尊就谢天谢地了，我哪里还敢跟师尊辩驳？师尊说他并没有马上封，只是想吓吓我，报复我之前对他视若无睹。师尊说完，深情地吻上我的双唇，食髓知味的我没有推开他。然后忘川河一个巨浪打过来，我和师尊沉浸的忘乎所以，没反应过来，双双被大水冲走了。我听到一个极其怨毒的咒骂声，秀恩爱的狗男女都去死！我和师尊被冲到了恶鬼道，恶鬼们一见到我和师尊就疯了一样扑上来，但都被师尊用结界反弹在外。就在我以为不足为惧的时候，我的肚子饿了，是那种难以忍耐的饿，还伴随着虚弱。师尊发现了我的异常，递给了我一块酥饼。虽然很疑惑师尊的魂体上为什么会有食物，但我还是如狼似虎的吞吃了下去。奈何食物只有入腹的刹那有饱腹感，很快又饿了。师尊，我还是饿。师尊揉了揉我的头，没关系，我这里有很多食物，可以支撑到我们走出去。师尊身上的确有很多食物，种类还不同，特别美味，还有淡淡莲花香。师尊，你不要只给我吃啊，你也吃。师尊微笑摇头，为师不饿。我在书上看到过，所有进入恶鬼道的生灵都会被饥饿吞噬，转化成恶鬼。师尊怎么可能不饿呢？师尊笑着说，他不一样，他不是血肉之躯，不会饥饿。话虽如此，师尊还是失去了力气。我们从他抱着我走，到我们只能彼此搀扶着走，结界也越来越弱。不过我靠着这些食物和师尊走到恶鬼道边缘，也就在此时，师尊的结界彻底破碎了。原本在我面前面色红润的师尊，此刻再也支撑不住幻象，化作了一具白骨骷髅。是我被饿昏了头，魂魄之身哪里来的食物啊？我浑身发颤，泪如雨下，哽咽的说不出话来。没关系，乐儿。师尊用枯瘦的指骨轻轻刮去我的泪水，他的嗓音阴哑无比。无数恶鬼扑了上来，师尊一掌把我推出去恶鬼道，流的森森白骨被恶鬼们吞噬啃咬。一群孽畜，本座还怕你们不成？剑光阵阵，杀死一群恶鬼，无休止的有更多的涌上。关键时刻，大师兄带着法宝赶来，救出了师尊。因为师尊的魂体受伤严重，大师兄只得把师尊放在养魂棺里，而我也跟着躺在棺中，边哭边为师尊渡灵。师尊虚弱安慰道，不哭，我没事。师尊说，如果我的饥饿得不到缓解，就会失去理智，被同化成恶鬼中的一员，根本熬不到走出恶鬼道。他是不得已才骗我，如今雨过天晴，要我不要难过了。你如果实在愧疚，还魂后就对我好一点。经过渡灵，师尊魂体的血肉已经恢复大半，但我还是嫌他恢复得太慢，于是我灵机一动，想到了双修，不为其他，单纯只是为了替师尊疗伤。师尊红着脸同意了，可我自以为我和师尊已经够小心了，但还是被大师兄拉棺材的发觉了。我说，你们2个，我已经忍你们很久了，前面就是关爱了，能不能安分点？我可不想装出去的时候是2个人，放出来一堆人。大师兄的声音有点生无可恋，我是收手了，但是师尊没有，然后大师兄就被抓了。原来大师兄的法宝是和他的一位旧情人鬼王借来的，但他并不打算依照承诺，用了法宝之后就留下来陪那位鬼王，所以乔装打扮，打算带我和师尊偷渡回阳间。但是很不幸，因为我和师尊的动静，他被鬼王搜查关爱的时候抓住了。虽然我躺在棺材里看不到外面的情形，但是大师兄骂骂咧咧的，显得有些绝望。我靠，我真的靠了，你不要过来啊！
我有点内疚，大师兄被抓是因为我和师尊不听忠告，这样显得我非常背信弃义。师尊让我不要担心，你大师兄逃跑的本领大了去了，实在跑不掉，有的是人去捞他。师尊说完，就用灵力驾驭着棺材带我返回了阳间。我背着师尊偷偷到酒楼和别人相亲了，原因是我爹嫌师尊比他年纪还大，死活非要我再看看。我拗不过，就打算来混吃混喝，走走过场。结果那个人临时被绑票了，现场就剩我和我爹，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我师尊一身白衣，跟个鬼一样，唰就贴到了我背后。昨夜还叫人家通宵手把手教你做功课，今天就背着人家在外面沾花惹草。也是，人家容颜老去，花残粉退，不如这位弟弟倾国倾城。我使劲朝师尊眨眼，让他不要再说了。结果他越说越优越，整个人都要碎了，梨花带雨，看得我心都要碎了。我爹那个暴脾气一下就上来了，乐，你从哪里拔来的这朵老白莲？我师尊最讨厌别人说他老，当即脸一沉，你又是哪里来的老骚货？我爹的眼睛滴溜一下就瞪圆了。我听我娘说过，我爹当年和我外公初见的时候就那样骂过我外公，现在他骤然被回旋镖打中，自然难以忍受，所以我爹一下就把桌子掀翻了，和我师尊打在了一起。然后两人没过几招，我那师尊就一身是血，转着圈圈美美柔弱的摔在了我怀里，嘴角流血。乐，不要怪那位弟弟，是为师自己摔倒的。我爹，我扯了扯师尊的衣袖，师尊，那是我爹。师尊立刻温文尔雅朝我爹作揖，仙姿玉骨，金莲见过岳父大人。我爹气得破口大骂，就你叫金莲是吧？师尊勾引徒弟，干脆改名叫标脸算了。不管我爹怎么骂，师尊都一直保持谦卑微笑，差点没给我爹气死。我爹没办法，说要以连克连，封一镇搬救兵去了，但他注定要落空了，因为就在我们出门的时候，我另外一个爹已经把我娘拐跑了。唉，塑料兄弟情，大师兄一身鬼气，卖着鸭子不回来了，还带回来一个惊天秘密，那就是合欢散虽然能让人动情，但绝不会让人失智。师尊曾经陷入魔界美人阵，可是毫不留情斩杀上百个让人血脉喷张的清凉美人。小师妹，你听我讲啊，那个金莲儿就不是个好莲儿，她一开始就在打你的主意啊。这么说我一下就想起来了，我本来是打算去合欢宗进修的，是被我师尊忽悠到无情剑宗来的。大师兄义愤填膺道，还有啊，事发后师尊是知道灵兽带毒的，可他还是往外卖，为的就是扩大你捅的篓子，再出来给你收拾烂摊子，让你对他感恩戴德。还有，他是刻意带着你进恶鬼道的。我不敢相信，不可置信，师尊居然从一开始就在算计我。大师兄带我逃跑了，为了不被发现，我们穿着大花袄，脑袋上裹着头巾，灰头土脸，挤在赶集的大爷大娘中间，坐着牛车，土路灰尘四起。我左脚一只鸡笼，右脚一筐鸡蛋，鼻翼间全是汗烟臭。不过师尊有洁癖，想来他也不会到这种地方来逮我。但是大师兄他被抬走了，刷刷刷窜出一堆俊美男人，刷一下熟练的就把大师兄抓走了。一个大娘同情道，姑娘，你男人被山贼劫走了。我没法回答大娘，大师兄不是我男人，而且那群人也不是山贼，因为我看到2到5师兄在里面。果然下一秒师尊出现了，他对大爷大娘们说我强了他，穿上裤子就和奸夫私奔，然后我就在唾弃中被赶下了牛车。师尊步步紧逼，我步步后退。怎么把为师吃干抹净就不认账了？我能说什么？我现在只想逃。结果师尊突然分裂成了2个，一黑一白，白衣先清冷，黑衣魔阴沉，前后夹击，把我堵住，要我负责。我往侧面跑，他又分裂出了俊美青葱少年和温润的书生，东南西北截断了我的逃跑路线。没过一会儿，就各色形态一大群师尊，我拼命爬，都是只差一点就被不知道哪个师尊的分身拖了回来。谁能告诉我，猎物为什么是我自己？为什么师尊修无情道，修得比合欢宗还颠啊？谁能来救我啊？救命啊！救龙啊！也许看我被吓到了，师尊所有分身合一，变成了端坐神台、衣冠神圣的模样。他一把把我温和地拽到怀里。师尊，这是荒郊野外，不对，叫师傅。告诉师傅，灵气的合成是什么？藤蔓乱舞，巨浪滔天中，师尊红着脸，不停地问我问题。我除了惨叫还是惨叫，我的心无时无刻不想要蹦出嗓子眼。他虽然衣冠整齐，表情严肃，但还不如当初的勾栏样式呢。至少我不会有冒犯神明的罪恶啊！一定是大师兄那个坏蛋给师尊乱叫一通。不过跑是跑不掉了，就这样吧。天上一项涌动，我又突破了。我和师尊把无情剑宗折腾成双修宗的第3年，全修真界都知道无情剑尊进莲是个被徒弟拿捏的风莲花。那日我蹲在灵兽场啃灵瓜，看大师兄被几只发情的灵珠追得满场跑，笑得灵瓜子喷了一地。大师兄边跑边骂，说都是我当年的合欢伞把灵兽们也教坏了，如今连灵珠都学会抢亲了。我嚼着瓜摆手，哪能怪我？明明是师尊故意把带药性的灵米喂了灵兽，就为了看大师兄出糗。正乐着，腰上突然缠上一圈微凉的莲花藤，师尊的声音贴在耳边，软乎乎的带着嗔怪。乐儿只顾着看别人，早把为师忘在九霄云外了，是不是该罚？我回头撞进他含笑的闭眼，才发现他不知何时换了身粉白的衣袍，衬得眉眼愈发艳绝，活脱脱一朵成了精的娇花。我伸手捏他的脸，调侃道：
金莲师傅今日怎地穿的这般招摇，是想勾引谁？这话刚落，师尊的脸瞬间沉了，莲花藤缠得更紧，语气也冷飕飕的。乐儿在敢叫金莲，今晚就让你连笔都握不住。我立马认怂，伸手顺他的毛，说错了，我的金莲师傅最好看，天下第一好看。师尊这才眉开眼笑，低头在我唇上啄了一口，顺带抢过我手里的灵瓜，啃得眉眼弯弯。说来也怪，师尊活了3000岁，偏生在我面前，幼稚得像个3岁孩童，护食又小气，还爱记仇。前几日我不过夸了句二师兄练的剑好看，他就连夜把二师兄的剑炉炸了，还美名其曰练的剑配不上我。二师兄敢怒不敢言，只得蹲在剑炉旁抹眼泪，最后还是我塞了他2袋灵果，才把人哄好。师尊见我哄二师兄，醋意大发，硬是拉着我在剑冢待了3天3夜，美其名曰练剑，实则便招法的折腾我。出来时我腿软的站都站不稳，他却神清气爽，还被全宗门的人撞见，扶着我从剑冢出来，脸不红气不喘。从此无情剑宗又多了个传闻，说剑尊进莲不仅疯，还精力旺盛的吓人，把徒弟折腾的路都走不了。这些传闻传到我耳朵里时，我正趴在师尊怀里啃糖葫芦，气得我一口咬在他肩膀上。师尊吃痛，却不推开我，反而笑着揉我的头，让他们说去。我的乐儿只能我折腾。我翻了个白眼，心说你倒是舒坦，苦的是我。这风莲花早晚得把我折腾散架，日子就这般鸡飞狗跳的过着。直到某日，合欢宗宗主派人送来帖子，说要举办双修大会，请我们无情剑宗前去观礼。我看着帖子上合欢宗宗主那歪歪扭扭的字，忍不住笑了。想来上次被师尊捅成马蜂窝，还没好利索。师尊瞥了眼帖子，脸色瞬间冷了，捏着帖子的手指泛白。那老东西还敢来招惹我们，看来上次打得轻了。我拉着他的手劝道，师傅，人家好歹是宗主，给点面子，去看看也好，说不定能学2招。师尊低头看我，闭眼含着危险的光。乐儿想学，那为师今晚就教你，比合欢宗的招数好用100倍。我立马捂住嘴，不敢再说话。这风莲花满脑子都是些不正经的东西，双修大会怕是去不成了。谁知第2日，师尊竟主动收拾了行装，说要带我去合欢宗，还说要让全修真界看看。他的乐儿只能他一人拥有。我看着他一身白衣胜雪，腰间挂着我的本命剑，活脱脱一副护犊子的模样，忍不住笑出了声。去合欢宗的路上，师尊一路都在吃醋，见我看一眼路边的花，都要把花拔了，说花长得丑，配不上我的眼。见我跟路过的小仙童说了句话，更是直接把小仙童的糖葫芦抢了，塞给我，说别人的东西不能碰。我被他折腾得哭笑不得，心说这3000岁的老仙尊，怕是被我养废了，越来越小气，越来越粘人。到了合欢宗，合欢宗宗主亲自出来迎接，脸上堆着谄媚的笑，看着师尊的眼神却满是忌惮。净莲仙尊稀客，今日能来，真是令我合欢宗蓬荜生辉。师尊冷哼一声，不接话，只是紧紧牵着我的手，抬眼扫过合欢宗的弟子，眼神冷冽，像在巡视自己的领地。合欢宗宗主讪讪地笑了笑，引着我们进了大殿。殿内坐满了个宗门的人，见我们进来，都纷纷侧目。我能感受到一道道探究的目光落在我和师尊身上，有好奇，有羡慕，还有些不怀好意。师尊察觉到，将我往怀里带了带，周身散发出强大的威压，吓得那些人纷纷低下头，不敢再看。双修大会开始，合欢宗的弟子表演起了双修舞，舞姿曼妙，衣衫飘飘，看得台下众人目不转睛。我也看得津津有味，转头想跟师尊说好看，却发现师尊的脸黑得像锅底，正死死地盯着台上的弟子。我立马捂住嘴，不敢再说话，生怕他一个不高兴又把合欢宗给拆了。谁知台上的女弟子竟突然朝师尊抛了个媚眼，还娇声道，净莲仙尊，小女子舞姿如何，可入得了仙尊的眼。这话一出，殿内瞬间安静了，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师尊身上，连合欢宗宗主的脸都白了。我看着师尊的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黑，周身的威压越来越重，莲花藤在他周身肆意生长，眼看就要发作。我赶紧伸手抱住他的腰，柔声哄道，师傅别生气，他哪有你好看，你的舞姿才是天下第一。师尊低头看我，眼中的怒火瞬间消散，只剩下温柔，捏着我的脸，真的。我用力点头，当然是真的，我的师傅最好看了。师尊眉开眼笑，低头在我唇上亲了一口，全然不顾殿内的众人，然后转头看向那女弟子，眼神冷冽，就你这舞姿也敢在我面前献丑，滚！那女弟子吓得脸色惨白，跌跌撞撞地跑下台。合欢宗宗主赶紧上前赔罪，说弟子不懂事，求仙尊恕罪。师尊冷哼一声，不依不饶，合欢宗就是这般教弟子的，看来今日我得好好教教你们什么叫规矩。说完，师尊便召唤出剑阵，眼看就要把合欢宗大殿拆了。我赶紧拉住他，劝道，师傅算了，别跟他们一般见识，我们来看大会的，不是来打架的。师尊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合欢宗宗主那惨白的脸，最终还是收了剑阵，却冷哼道，今日看在乐的面子上，饶过你们，下次再敢招惹，定拆了你们合欢宗。合欢宗宗主连连点头，千恩万谢，再也不敢有半句怨言。一场双修大会被师尊搅和得鸡飞狗跳，
各宗门的人看我们的眼神愈发怪异，却没人敢多说一句。离开合欢宗时，合欢宗宗主亲自送我们到门口，还塞了一大堆珍宝，说是赔罪。师尊却看都不看，只牵着我的手大步离开。路上，我看着师尊那傲娇的模样，忍不住笑了。师傅，你刚才好凶，把人家都吓坏了。师尊低头看我，闭眼含着笑。谁敢觊觎我的乐，我就收拾谁，哪怕是合欢宗也不例外。我伸手捏他的脸，小气鬼就会吃醋。师尊也不生气，只是笑着揉我的头，只对你小气，只对你吃醋。夕阳西下，将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师尊牵着我的手，走在回家的路上，莲花香萦绕在周身，温柔而缱绻。回到无情剑宗，刚进门就看到大师兄蹲在门口，一脸苦大仇深。见我们回来，立马扑了上来。小师妹，师尊，你们可算回来了。宗门里的灵兽又闹起来了，灵珠把二师兄的床拱了，灵鹿把三师兄的仙草吃了，四师兄的剑还被灵猴抢了。现在全宗门都乱成一锅粥了。我和师尊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无奈。这无情剑宗自从被合欢散祸祸过之后，就再也回不到从前的清冷了。师尊叹了口气，却还是牵着我的手走。为师带你去收拾这群调皮的灵兽，顺便让他们看看谁才是这无情剑宗的主人。我笑着点头，跟在师尊身后走向灵兽场。一路上，莲花藤缠缠绕绕，将我和他紧紧连在一起。大师兄跟在我们身后，哀嚎道：“师尊，小师妹，你们轻点收拾，那些灵兽还要卖钱呢，宗门的产业链可不能断啊！”师尊头也不回，冷哼道：“钱有什么用？不如我的乐重要。”我忍不住笑了。这风莲花这辈子怕是栽在我手里了，而我也心甘情愿被这朵风莲花缠一辈子，闹一辈子，欢喜一辈子。从此，无情剑宗再也不是那个清冷的修仙宗门，而是成了全修真界最热闹的地方。有疯癫护短的剑尊，有呆萌跳脱的龙女徒弟，还有一群被教坏了的灵兽，每天鸡飞狗跳，却满是温情。而那朵风莲花师尊，也终究是成了我的专属，只对我温柔，只对我小气，只对我倾尽所有的深情。日子一天天过，岁岁年年，朝朝暮暮，我和师尊就这般在这无情剑宗守着彼此，守着这一方小小的天地，看尽世间繁华，尝遍人间百味，唯愿岁岁年年皆有彼此相伴。偶尔我还是会蹲在灵兽场啃灵瓜，看大师兄被灵珠追着跑，师尊会从身后抱住我，抢我的灵瓜，捏我的脸，嘴上说着罚我，却满眼都是温柔。偶尔我还是会不小心闯点小祸，师尊会替我收拾烂摊子，然后故作生气的罚我，却在我撒娇时瞬间心软，把我宠上天。偶尔各宗门还是会来拜访，看着我们这对不按常理出牌的师徒，满是无奈，却又不敢多说一句，生怕惹恼了那位风莲花剑尊。这世间万般美好，都不及你在我身边，我的风莲花师傅，这辈子下辈子生生世世，我都要和你在一起，缠缠绵绵，岁岁年年。而那无情剑宗的故事也会一直流传下去，流传着一位疯癫的剑尊和他的龙女徒弟，用合欢伞把无情剑宗变成了最温情的双修宗，把清冷的修仙路走成了最热闹的欢喜路。往后余生，皆是你，皆是欢喜，皆是温柔，